我明明单身满20年就能成为剑神，却在19岁时被宗门圣女情招为婿，念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我成为沈家的上门女婿，众人都羡慕我攀上高枝。殊不知我的剑道气运竟从此消散。正当我觉得此生再无缘成为剑神的时候，昔日求我娶她的妻子，竟突然要和我断绝关系，并将我赶出家门。众人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沈月瑶费尽心思抢回来的天才姑爷，为什么婚后却再也无法提剑？这是一个以剑为尊的世界。我叫江静，本是金陵江家的大少爷，自小就觉醒了单身剑神系统。只要我坚持单身20年，就能成为无敌剑神，成就无敌剑道。正是因为有这个系统，我自小便在剑道上展露天赋，短短数年便让江家成为金陵豪族，但是却也因此被沈月瑶盯上。她是地族沈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在一次聚会上设计给我下药，最后又献身于我。出于负责的态度，我最终同意了入赘沈家，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剑道天赋。刚进沈家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因为那时的沈家青黄不接，年轻一辈没有一个能撑得起场，而我那时还有金丹修为傍身。但失去天赋后，我觉得前路无望，所以我决定转型成为教头。我靠着之前的修为和理解，对沈家年轻一代倾囊相授。一转眼3年过去，沈家人才辈出，靠着多位金丹高手，在周边地区声势暴涨，一跃成为了周边区域的领头羊。而我却因为过度消耗本源，又得不到剑道气运补充，彻底沦为了废人一个。本想就此在沈家养老，谁知沈家人落井下石，眼看我灵力枯竭，沈家上下对我也越来越不满，觉得我不配享受家族的资源，连一个赘婿的身份都配不上。恰好沈月瑶晋升金丹真人，沈家就想借题发挥，让我和沈月瑶解除婚约，另外寻找新的靠山。宗族大典当天，沈家2长老率先发难：3年了，你那个天才夫婿一点长进都没有，对得起家族对你的扶持吗？此话一出，整个族会瞬间哗然，众人纷纷回头，一道道目光都投向我。沈月瑶目光转向沈父求助，沈父一脸淡然的端坐着。是呀，小瑶，当初之所以同意你们俩的婚事，就是因为你说这个江晋有成鹰之姿。谁知3年过去，这江晋不进反退，现在留他只会拖沈氏的后腿。沈月瑶被说的低下了头，不敢看向父亲的眼睛，而我就坐在末尾，一言不发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眼看我纹丝不动，沈家人到底还是有点坐不住。大长老站起身来，眼神轻蔑地看着我：江爷，你不用装傻，念在你也曾有功于我沈家，我给你一个体面，不要自取其辱。我抬起头看了眼大长老，3年前正是他亲自把我迎进沈家，现在也是他说要给我一个体面。我冷哼一声，将目光转向沈月瑶，他此时正低头坐在前面，面无表情，谁也不知道他的想法。体不体面，你说了不算，让沈月瑶亲口和我说。沈家人看我这时候还敢这么嚣张，一个个都开始按捺不住。沈家一个天骄更是直接走到我面前，指着我鼻子说：江晋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你真当现在的你还是3年前的你吗？赶紧主动说退婚吧！说话的这个天骄一身紫袍，眉眼里透着桀骜。他是现在沈家年轻一代的金丹之一，3年前还只是个资质平庸的筑基修士，能有今天的修为，全靠我亲手改良的剑道心法。正是这么一个靠我才有今天的人，如今却站出来羞辱我。围观的沈家人见到有人跳出来，纷纷加入到了嘲讽我的行列。不过是一个废人而已，现在还摆着当年天才的架子。要我说，早就该把他赶出去。这些他浪费了家里多少好资源，如今咱们大小姐突破金丹，总算是能摆出累赘了。我的视线穿越人群，主位上的沈父面无表情，丝毫没有制止的意思。沈家的各个长老也开始闭目养神，纷纷默许了沈家人对我的攻击。在他们眼里，变成废人的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我的目光掠过刚才发言的天骄，最后又缓缓停在了沈月瑶身上。3年前的梨花宴上，是他精心设计，用自身清白为代价，让我入赘沈家。那时我还傻傻的相信这就是爱，在只差临门一脚的情况下，甘愿放弃自身的剑道修为，放弃这19年来的坚持，孤身一人来到沈家，独自为这个衰败的豪门撑起了一片天。后来更是消耗自己的本能，只为让沈家重获新生。我以为靠着这份功劳能让这沈家念我几分恩情，结果到头来，沈家对我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用。一念至此，我长叹一口气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我声音异常平静，没有一丝怒火。和离之事，是不是你沈月瑶的本意？看向地面的白衣女子，身躯微微一颤，她终于不再低头，清冷的眼眸中看不出任何情感，但还是避开了我的视线。没错，江晋，你我尘缘已断，从今日起，你与我与沈家再无任何瓜葛。短短几句话，却让我心中再无牵绊。我只觉心中有什么枷锁轰然碎裂，一道沉寂了3年的声音重新响起：第一，检测到宿主情缘断裂，是否重新启动单身剑神系统？我愣了一下，原来系统这3年来并没有弃我而去，而是默默潜伏在我身边。看我突然愣神，刚才的紫袍天骄再次出言不逊。听到没有，江晋，这下死心了吧？看在你我之前的情分上，我可以收你做我的仆人，如何？说完，他就自顾自的大笑起来。我看着他一副吃准了我的样子，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弧度。我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在心中默默回应系统。是。机械音再次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回应，条件满足，
单身剑神系统重新启动中，开始回收剑道气运。恭喜宿主恢复本源剑气，距离完全解锁还需3天。一股微弱的剑意开始从我体内苏醒。很好，既然你沈月瑶亲口说要斩断情丝，那我江晋也并非是执着男女情长之人。接下来，我要将我这3年失去的全部拿回来。我在沈家人的注目下缓缓起身，身影虽然单薄，但是这沈家大殿上却骤然生出一股寒意，压得整个大殿的喧闹瞬间静止。沈家子弟被我吓了一跳，仿佛又见到了3年前的我。这时，沈家二长老再度发话：“不要被这小儿吓到，我们真以为江晋还是当年那个天才，现在的他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废人罢了。”我看向稍作镇定的沈家众人，这3年我承蒙沈家照顾，但也替你们培养出了数十位金丹，也算功过相抵。如今咱们两不相欠，今日既然你们沈家想要赶我走，那等我来日踏出沈家，你等再也配不上我一剑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沈家赘婿，只有江晋一人。我抬手一挥，一道无形气劲横扫而出。那之前叫嚣的刺骨冰胶，瞬间被一股巨力掀飞，重重砸在殿柱之上，口吐鲜血，再起不能。全场瞬间死寂。沉默片刻后，沈家二长老面带惊恐，他认出了这是我独有的剑气。可是我不应该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吗？他连忙起身走向殿柱查看，在抚摸完我剑气留下的痕迹之后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江晋，你个废人，怎么还能有如此剑气？莫不是在韬光养晦不成？”这时一直闭目养神的大长老终于忍不住：“江晋小儿，你安敢在此动手？可是欺我沈家无人！”说罢，他站起身来，一挥衣袖，一股冲天剑气冲我而来。我站在原地并未闪躲，微微一笑，眨眼间，大长老的剑气犹如泥牛入海。我目光淡漠扫过全场，是又如何？你沈家又能把我怎样？说完，我不再多看沈家人一眼，转身走出沈家大殿。大长老见我挥手间就能挡住他蓄力一击，眼神有些阴晴不定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一时之间，全场竟没有人敢出手阻挠我。此时门外天色阴沉，有阵阵狂风呼啸而过，似乎暴雨将至。我抬头看向天空中的乌云，默默握紧了掌心。曾经有一份20年的无敌剑神录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但是现在上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我必将其牢牢把握在手心。我回头看向沈家大殿，顿觉一身轻松，索性运起功法，起身高吟：“震衣上千仞，顿觉天地宽，剑来！”一时之间，四面八方飞剑涌，无数沈家弟子飞奔而出。抬头寻找是何人运起这剑到大神通，却见这沈家高天上唯我一人。我淡淡说道：“沈家，我还会回来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踏剑离去。看着我潇洒离去的背影，沈家族人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在外面久久不能散去。沈家大殿内部，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沈父面色铁青。这3年来，他无数次检查过我的身体，可以说是最了解我身体状况的人。他无比确信我的灵力早已枯竭，可刚才我随手就化解了大长老的剑气，后面更是轻松引动万剑朝宗，这哪里看得出来有半分废人的样子？他转身看向沈月瑶：“不用担心外界的流言蜚语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突破金丹中期，过2天便是剑宗选拔，届时天骄遍地。为父重新给你寻觅一个良配，再续我沈家100年气运。”沈月瑶咬了咬嘴唇，点头答应下来。另一边，我驾驶着飞剑御风而行，脑海中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，检测宿主单身征状态重置成功，剑道气运持续回收中。转眼间，周围的天地灵气都向你涌来，我的修为也开始飞速提升，从金丹中期一路飞奔至元婴巅峰。我感受着体内充足的灵气，眼底掠过一抹寒芒。沈家退婚一事，先记在心里，他日我必有厚报。眼下的首要之事，便是回到阔别3年的金陵江家看看。当年梨花宴之后，我为了尽快入赘沈家，离开的非常突然，也不知道现在江家如何。正所谓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如今我实力回归，正是重振江家之时，还没到半个时辰，整个金陵城轮廓便浮现在我眼里。昔日繁华的江家门庭，如今已门可罗雀，再也没有当年我还在江家时的盛况。明明是正午时分，江家却大门紧闭，府门外面还有几个纨绔子弟，正在对着江家大肆调侃，言语间满是鄙夷。听说江家那位入赘的天才少主，前不久被人家当众赶出来了。江晋已经是废人一个，你们江家也是强弩之末。呸！我看呀，不如早点举族搬迁，还能留个体面。几人在江家大门前肆意调侃，言语间完全没把江家放在眼里。我望向江家内部，此时一众长辈与族人正满脸憋屈，却又敢怒不敢言。我用神识一扫，发现这偌大江家竟凑不出来一个金丹强者。我一时间竟然有些悲哀。我不在的这3年，江家的实力居然衰落成这样。眼看那几个纨绔子弟越发嚣张，正在众人垂头丧气之时，一道清冷而威严的声音陡然响彻在整个江家府邸上。尔等岂是欺我江家无人？今日我江念回来了，谁敢放肆？落地的那一刻，
整条街道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，门外那几个纨绔笑声也戛然而止。我仔细一看，为首那人是李家嫡子李武，刚才也是他抬脚踹了江家大门，还在门前吐了一口唾沫，大声骂江家是破落户，说我江静就是一个赘婿废人。但是此刻他却像被定住一般，整个人动弹不得，他的脸色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青，额头上也开始冒出豆大的汗珠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解开对修为的掩盖，悄悄释放了出了剑意压制。很快，李虎旁边的跟班就都直接跪了下去，甚至有一个连裤子都湿了一片。只有李虎还在硬撑着不肯倒下，但是他浑身也开始止不住的发作。我冷冷的扫了他的一眼，那剑一压得他们经脉刺痛起来，就像被万箭穿心。中间一个跟班当即就想逃跑，可周围空间都在我的灵力压制下，他们想跑也跑不掉。李虎的牙关咯咯作响，明显已经达到极限了。可他到底是李家嫡子，平日里骄横惯了，现在仍旧强撑着没倒下。你别狂！他咬着牙挤出几个字，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。你不过是一个被沈家赶出来的废人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懒得听他放狠话，直接抬手一指，只见一点剑气凝成细针，无声无息的射出。这一下正中李虎左肩，他惨叫一声，整个人都被这一指击飞出去，重重的摔在街心，肩头瞬间血流如注。他在地上痛得打滚，左臂却像没有知觉一般，一动也动不了。这都是因为他左肩的经脉被我那一指精准的刺破了。剩下3个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开始大声求饶：乡长饶命，乡长饶命！都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只有李虎瞪着我，满脸都是不敢相信。他低声嘶喊：不可能！语气充满不可置信。沈家放出来的消息里面，不是说你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灵力也全部枯竭，你应该再也提不动剑了才对。你怎么可能还有这种剑气？我看着他，心里冷笑了一声。沈家说我是废人，你就相信？当年若不是入赘沈家，空耗了我19年的剑道根基，不然就你这种货色，我弹指就能灭了你。沈家上下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但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淡淡吐出一个字：滚。这一个字中携带着无间，在那4人耳中，我这声音就像是一声平地惊雷，震得他们是心惊胆战。4人吓得立刻仓皇逃窜，跟班们临走时还不忘把李虎抬走，不一会就跑得没了影。我转过身，抬头望向江家紧闭的大门，记忆中那扇曾经金漆流边的门，如今却已漆面斑驳，门口的铜环上还沾着李虎刚刚吐的那口唾沫。我微微皱了皱眉，抬手一挥，只见一道剑气拂过，铜环上的污渍立刻消散，听见门外的叫嚣逐渐归于平静，门内也传来一阵骚动。静静等待片刻后，那扇朱漆大门被人从里面拉开，一个个江家族人涌了出来，他们看着我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有人轻声开口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：“少主，是您回来了吗？”我朝他们点了点头，迈步走进了江家。踏入府邸的那一刻，我的脚步顿了一下。3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江家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，那时门前车马如龙，院里宾客盈门，每天都有人捧着请帖来求见，时刻都有人送重礼想要来攀关系。只因那时的我是金陵第一天才，更是江家的少主，这些人看好我，所以愿意投资我的未来。可现在呢？院子里的青砖缝隙里长满了杂草，回廊的木柱漆皮也剥落了大半，偌大一个府邸连一个像样的护院都看不见，整座府邸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，感觉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正当我站在原地出神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从侧院冲了出来。少主，是少主，您回来了吗？说话的是从小陪着我长大的丫鬟清河，她看到我的身影，眼眶一下就红了，一把扑在我身上。少主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奴婢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她的肩膀剧烈的抖动着，一时间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伸手扶她起来，她看上去比3年前瘦了一圈，眼底多了一丝掩不住的疲惫。我轻声说道：“起来吧，带我去见父亲。”清河抹了一把眼泪，点了点头。他一边在前面引路，一边回头跟我说话，全程语速都很急，像是要把憋了3年的话全道出来。少主，您走之后，江家就彻底变了。那年梨花宴之后，您突然就入赘沈家了。老爷在家里坐了3天3夜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说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过了一会才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。后来沈家专门派来人过来送信，说是您亲笔写的，上面说让我们不要再联系您，不要打扰您在沈家的生活。我听到这，脚步顿住了。我从未写过什么书信，我记得我离开的当天非常匆忙，只来得及给父亲留了一句口信，说是要去沈家了，让父亲莫要担心。那这么看来，所谓的亲笔书信8成就是沈家伪造的。一旁清河还在往下说，少主走后，家里没了主心骨，那些个客卿长老都是您当年请进门的。您这一走，他们也都生起了异心，有的捡尔的家族资源跑路了，有的转头就去投奔了别的家族，还把我们江家的底细全都卖了出去。听到这，我的手指慢慢握紧，原本依附江家的小势力也都跟着倒戈，咱们的那些个竞争对手，那段时间更是天天都来挑事儿。我眼神开始逐渐冰冷起来。然后呢？后面怎么处理的？清河的声音也开始哽咽起来。后面逼得没办法了，老爷甚至派人去找过沈家，想求沈家帮一把。毕竟少主已经是沈家的赘婿了，可沈家那边连门都不让进，还把派去的人打了一顿。我闭上了眼，我算是看清楚沈家的算盘了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，他们要的只是我身上的剑道契约。所以早在入赘那一刻，
他们就计划把我吃干抹净，所以他们不仅不会帮我背后的江家，还会趁机下手，更不会让江家和我有任何联络，就是怕我哪天念起旧情，让他们失去掌控。清河看我不说话，就又开始往下说去。后来啊，家里实在有点撑不下去了，老族长就召集全族开会，说要拼一拼。他们想集结全族所有的资源，强行培养出一个金丹来撑场面。说到这，他又哽咽了一下。可是江家这一辈的子弟资质普遍一般，好几个筑基都晋升的磕磕绊绊，更别说金丹了。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老族长只能自己强行突破，但是最后也落得寿元大减。我的脚步骤然停下。老族长江远是我父亲的亲弟弟，也是江家最后一位金丹真人。老族长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开口问道，声音有些发紧。老族长去年就走了。清河低着头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走的时候，家里连一颗续命丹都凑不出来。我的拳头慢慢握紧，指节有些泛白。那我父亲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又问。清河抬起头，他的眼眶又红了。老爷的身体也不行了，老族长走了之后，全靠老爷一个人撑着这个家。他本来就有旧伤，这3年又日夜操劳，寿元也濒临耗尽了。我的胸口闷得发烫。父亲今年也才不到60，按照筑基修士的寿数，他现在应该正是壮年，却已经被熬到了这个地步。我加快了脚步，快速往父亲的院子走去。清河在后面小跑着跟上，路上还顺便给我讲解江家现在的生意现状。以前江家的药铺遍布金陵，光是城内就有12家，现在只剩下城南还有一家小小的单元号铺，勉强维持着进出货。筑气方已经全都没了，那些大单子早就被别家抢走了，唯一还撑着的就是我当年办的那个老剑馆。现在学徒也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7、8个老学员还守着。我默默地听着，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。清河忽然停下脚步，咬了咬牙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少主，奴婢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说。那些个吞掉江家生意的家族里，有几家是您熟悉的？赵家、李家、钱家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把江家药铺生意吃掉一大半的那家，他顿了一下，是乔家。我心里一震，心想怎么可能是乔家？而且下手最狠的那个人，就是您那个青梅竹马乔清月。猛地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清河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是的，就是乔小姐。清河一字一字地说，这3年是她带着乔家把咱们江家的药铺一点一点的吞走，为此老爷还气得吐了好几次血。我站在原地，一时之间没法消化这个消息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不可能，清月她不像是这样的人。清河的眼神有些复杂。少主，人是会变的，3年了，谁能说得清楚？我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往父亲的院子走，可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乔清月和我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他父亲对我恩重如山，从我能跑能跳开始，就经常在2家之间来回玩耍。我声音有些嘶哑。清河，那清月她最近怎么样？他现在是金陵商会的副会长，风头正盛。清河低着头说，听说乔家在他手里这3年扩张了3倍不止，底下的产业遍布金陵周边，人人都说乔家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是祖上烧了高香。我听完久久没有出声，我深吸一口气。走吧，先去见父亲。清河点了点头，继续在前面引路。穿过2道回廊，我们来到了父亲的院子。院门口挂着2盏旧灯笼，灯笼上的字已经褪色。我推开了门，屋里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。我的父亲江文周正靠在床头闭目养神。清河轻声唤了一句：“老爷，少主回来了。”父亲的眼睛猛地睁开，浑浊的眼睛冒出了光，他声音有些颤抖：“韵儿，是你吗？”我快步走到床边，爹，是我。父亲伸出枯瘦的手，颤抖着摸上我的脸。回来就好，他喃喃地说，眼角缓缓滑下2行浑浊的泪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想将自己的灵力缓缓渡入他的体内。父亲也紧紧攥着我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。孩儿的灵力正在恢复，我低声开口：“父亲，您先安心养着，剩下的事交给孩儿。”父亲点了点头，眼角的泪还挂着，却笑了出来。好，我儿回来就好。正当我准备让父亲再休息一会的时候，院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江家下人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，脸上全是慌乱。不好了！门外杨兴文公子求见。这名字一出，屋里瞬间安静下来。父亲皱起了眉头，清河的脸色也沉了下去。杨兴文，我嘴角不自觉地勾了一下，这个名字我已经3年没听过了。杨兴文是我当年金陵学宫的同窗，他出身金陵杨家，也是个剑道天才，从小就天赋出众。只可惜他从5岁开始就一直被我压一头，不管是剑会还是武考，他都只能拿第2。最让他抓狂的是，他从12岁开始就喜欢乔清月，他当着众人的面表白过3次，结果都被乔清月拒绝了。他把这事赖到了我头上，认为是我抢走了清月的心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把我当成一辈子的死对头，处处和我作对。我入赘沈家的那天，听说他在杨家府上3天9庆，我没想到在我回金陵之后，第一个上门来找我的人居然是他。我用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桌面，笑了一下，让他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卖的什么药。下人应了一声便退了出去。父亲看着我欲言又止，爹，您先回房休息吧，
我开口，这种人不值得您出面。父亲叹了口气，被金河扶着回了内屋。我整了整衣襟，走到会客厅，在主位上坐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回廊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杨新文走了进来。他身上穿着一件玄色锦袍，腰间配着一柄长剑，面容倨傲，下巴微微抬起，身后跟着2个仆人。从气息来看，都有筑基中期修为。刚一进门，他的目光就在整个会客厅扫了一圈，把厅里的陈设挨个看了一遍，眼底全是讥讽。最后视线落到我身上，他冷哼一声，随后轻蔑地笑了笑，也不等我招呼，自己径直走到客位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整个人懒洋洋地往后一靠，翘起了2郎腿。别来无恙啊，江记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满满的得意。3年没见，你怎么混成这副样子？3年前你入赘沈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吗？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杨新文见我不理他，反而笑得更大声了。怎么，被沈月瑶赶出来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听说沈家可是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让你滚出沈家。他啧啧2声，摇了摇头。这事儿估计明天就会传遍金陵城，到时候无论是江家还是你，都会成为全城的笑话。我抬起手打断了他。说完了吗？如果你今天上门只是为了说这些话，那就请回吧。江进，我今天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，3日之后，剑宗选拔开启。我心念一动，面上却不露分毫。这可是10年才有一次的盛会，天下的剑道天才都会去，入选者将会一步登天。他说到这里，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伸手轻轻捂了一下嘴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不该说的事。我看着他，已经知道他要演什么。果然，他抬起头，露出满脸假惺惺的你歉。瞧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，咱们这个曾经的金陵第一天才，如今已经是个废人了。说完，他自顾自地大笑起来，2个仆人也跟着皮笑肉不笑的附和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已经明白了7、8分。这家伙今天上门，除了嘲讽之外，真正的目的就是来试探现在的自己能不能对他构成威胁。毕竟我之前在沈家大殿上的那一手，不出半日就会传到金陵。杨新文这种人最是多疑，他要亲眼确认我已经是个废人，才能安心的去参加剑宗选拔。明白了他的目的，我心里反而平静下来。很好，既然你想看，那我就演给你看。我故意垂下眼眸，肩膀微微塌了下去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，脸上露出一丝落寞。剑宗选拔，我轻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虚弱。与我何干？我顿了一下，像是吐字都费力。我如今灵力尽失，境外惧色，早已经是个废人。别说参加选拔，就连提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先是咳嗽了2声，然后故意捂着胸口，来装出一副气息不稳的样子。杨新文眼睛一亮，身子明显往前探了探，仔细打量我。我顺势又咳了2声，杨新文眼底最后那一丝顾虑也彻底消散。他靠回椅背上，整个人感觉都松快了。他笑得前仰后合。江进啊江进，我就说嘛，你哪还有当年的本事？刚才街上那几个李家的废物，不过是被你3年前的余威吓住罢了。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我就放心。他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你就不该和我争夺清月。要不是你，清早早就是我杨家的人了，我也不至于被你压了这么多年。现在好，这都是你救人自取。我没说话，依旧低着头，不让别人看到我的表情。杨新文背着手，在我面前踱了2步，故意压低声音。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剑宗选拔结束后，我准备向乔家提亲，到时候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着。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任何情绪。杨新文却像是被这一眼看得不舒服，先是冷哼一声，然后转身就走。走到门口时，还不忘记回过头丢下一句话：杨进，好好当你的废人吧，你就在台下陪看着我在剑宗选拔上大放风采。说完，他大笑着离去，2个仆人紧跟在后面。跳梁小丑。不过这剑宗选拔，我确实要去一趟。至于乔家的事，我会亲自去问清月，不需要他来告诉我。就在这时，会客厅的门被轻轻推开，父亲拄着拐杖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江家的几位长老。爹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我连忙起身去扶他，父亲摆了摆手，让清河扶他坐下。几位长老也分坐2边。我看了看他们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相同的东西，有担忧和期待，还有不敢问的犹豫。我心里清楚他们想问什么，于是我率先开口：各位叔伯，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？父亲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他从椅子上撑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枯瘦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静儿，外面都在传，说你在沈家3年灵力枯竭，已经沦为了废人，这传言是真的吗？我看着父亲，他不到60岁，头发却已经全白了，那是强行突破留下的痕迹。我心里一软，随即又很快恢复平静。爹，各位长老，大家请放心，这传言未必是真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站起身来，将体内刚刚恢复的修为缓缓释放出来，一股威压无声无息地从我身上散开。刚开始只是1缕，
紧接着便如同决堤的洪水，整个会客厅瞬间被压得空气都凝滞了。几位长老脸色骤变，腿一软，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。要知道他们的修为最高的不过是筑基后期，在这股威压之下，连站都站不稳。父亲也被压得后退了2步，被清河连忙扶住。清河抬着头，满脸都是震惊和狂喜。这是元婴期的威压。一位长老颤抖着开口：“少主，你怎么会是元婴期？”父亲的眼眶瞬间就红了，他撑着拐杖，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来摸我的脸。他激动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不停地点头。我连忙收起威压，会客厅的气氛瞬间松了下来。几位长老相互搀扶着站起来，每个人脸上都是失神的表情。元婴期，江家有多少年没出过元婴期的修士了？上一次还是父亲的爷爷那一辈，而我今年才22岁。22岁的元婴，这放眼整个金陵乃至整个东境，都是足以震动一方的天才。一位白胡子长老老泪纵横，这真是天佑啊江家！江家有救了，咱们江家就有救了。清河眼睛里也全是崇拜，我看着眼前这些人，心里涌起一丝暖意。我抬手虚扶，各位长老请起。几位长老缓缓站起身，但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，那是一种敬畏，混杂着难以掩饰的狂热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那个15岁名动金陵的江家第一天才，那个曾经被誉为百年难遇的剑里奇才，真正的回来了，而且比当年更强。我环视了一圈，最后开口道：“各位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父亲连忙摆手：“静儿，什么相求不相求的，我们什么都答应你。”出于一些原因，我此次回归，不能让外界知道我已经恢复修为，至少在剑宗选拔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。说到这，我停顿了一下，所以拜托各位，帮我把这个秘密守住。会客厅里几位长老对视一眼，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。少主放心，老朽这条命都是少主救的，少主的事，老朽就是死也不会说出去。其他几位长老也连连点头，纷纷发下重誓。父亲也松开了拐杖，转身唤来管家。从今日起，江家闭门谢客，无论是谁来登门拜访，统一对外说我和少主有重病在身，不见任何人。外人若问起少主的近况，就说少主回家是来养病的。管家应了一声，匆匆退下安排。父亲又转过头来，眼神坚定地看着我。金儿，只要有你在，江家重振指日可待。我笑了笑，爹，你尽管放心，属于我江晋的，谁也拿不走。会客厅里几位长老听完，齐齐重重一拱手。少主放心，我们等着这一天。夕阳从窗棂里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望着窗外，心里却想起了另一个人，乔清月。这3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这个问题，我必须亲自去问他。夜色渐深，江家上下闭门整顿，府中所有的下人都被父亲约束起来，不许向外透露半个字。封锁府邸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闭目修炼，体内的剑道气运正在源源不断的涌入，它们就像是断流多年的江水，正在重新汇入我的经脉。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脑海中此起彼伏。第一，剑道气运回收30%；第一，剑道气运回收45%；第一，宿主本源剑气恢复中。这几次修炼的进度远超预期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沉寂了3年的经脉正在一寸一寸的复苏，那些被沈家暗中啃食的根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回来。但就在我正沉迷修炼的时候，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少主，是清河的声音。进来。我睁开眼，门被轻轻推开，清河捧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，托盘上放着一封烫金的请柬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神色有些复杂。少主，刚才有人送来一封请柬，是乔家送来的。送来的常人说，乔清月小姐邀请您明日上午前往德胜楼赴宴。我没有立刻接过来，只是看着那封请柬。德胜楼是金陵最大最豪华的酒楼，也是金陵顶级势力社交的中心。清月选这个地方来宴请我，有点意思。我伸手将请柬拿了过来，指尖触碰到那烫金的纹路，请柬上试的字一看就是清月写的。那字迹我太熟悉了，但却比记忆中要锋利许多，不再是那种圆润的少女字，而是带着一股锐气，像是有刀锋藏在笔画里。清河低声说：“少主，要不奴婢去回了他。他这个时候请您赴宴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不必如此，我去就是了。清河担忧地看着我，我则淡然地笑了笑。我倒要亲眼看看，这3年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清河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低头退了出去。书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把请柬放在桌上，指尖轻轻敲着桌面，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多年前。我在5岁那年觉醒了单身剑神系，可第一个发现我天赋的人不是我父亲，而是当时的金陵太守，也就是清月的父亲。那时乔老爷子亲自登门，说要把我带在身边亲自教导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乔家。乔老爷子教我修炼，教我布局，教我人脉，把我视如己出。江家和乔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交好，而清月自然成了我儿时最亲密的玩伴。我每次在乔家练剑，他都在一旁看着，每次见到我，他都会扑过来，奶声奶气的喊：“靖哥哥，我长大要嫁给你。”那时候我还小，只当是小孩子的玩笑话。后来他慢慢长大，那句话却没有变。他开始给我送亲手做的剑穗，每一根穗子上都绣着我的名字。那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他的感情，可我那时心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保持单身满20年。
早日成就无敌剑神。而且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待，只能对她的示好装作视而不见。后来更是刻意疏远她，为此她哭过闹过，也来江家赌博，但每一次我都板着脸把她送回去。直到3年前的梨花宴后，我决定入赘沈家。那一次我走得很仓促，连一句道别都没有给她留。我们就这样整整3年没有联系。我静静地看着窗外，清月，你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第二天上午，我身着一袭白衣，腰间配了一柄最普通的铁剑，独自一人出了江家的门。我没有用飞剑直接前往，而是采用了步行慢慢走过去。我想看看这3年金陵有什么变化。金陵城的街上人来人往，路上行人的衣着比3年前更鲜亮了些，街边的酒楼也多了几家。可走到曾经江家开店铺的几条街外，气氛就明显不一样了。行人远远看见我，便开始低声议论起来。那不是江进吗？听说昨天刚被沈家赶回来，他还有脸出门？可怜江家也是百年豪门，如今居然要被这么一个赘婿拖垮。我充耳不闻，只是径直往前走，因为这些声音我这3年听过太多了。又穿过了一条街后，德胜楼3个鎏金大字就映入眼帘。德胜楼一共有9层，最顶层的雅间是只有金陵顶级势力的人才能上去的地方。我刚到门口，一个小二就快步迎了上来。可是江进江少爷，他的态度恭敬，但眼神里却藏着一丝戏谑。我点了点头。乔小姐已经在顶楼雅间恭候多时了，江少爷请随我来。我跟着他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每经过一层，都有人探出头来看我。到了顶楼，小二在一扇雕花门外停下，里面请。我推门而入，德胜楼顶楼的雅间很大，正中是一张长桌，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。乔清月正坐在主位上，她的旁边站着2个侍女。不同于记忆中的乔清月，以前她总是穿着浅色的襦裙，看起来清清秀秀，像一枝兰花。可眼前这个女子却穿着一袭艳红的长裙，颜色烈的着眼，发髻高高挽起，斜插着一只金步摇，嘴唇也涂着艳红。我推门进来的那一刻，她抬起眼，明明是熟悉的眼睛，但是眼神却那么陌生，不再是从前那种笑盈盈的暖，而是一片冷，还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情绪。江进，她开口，声音里带着讥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他。清月，为什么？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吞并江家产业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他却笑了，笑得很冷。为什么？他端起面前的茶盏。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吞并江家产业，还是想问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？他放下茶盏，重新抬眼看我。江进，你3年前不辞而别的时候，有问过我为什么？我心里一震。那一夜你走了，他的声音慢慢低下来。我去江家找你，你父亲告诉我你已经入赘沈家了。我不信，我跑到沈家门口质问，可沈家的人连门都没让我进。我握紧了拳头，他一字一字地说：整整1个月，我天天去沈家门口求见，只为了见你一面。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走。他的眼眶有些红，但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沈家把消息封锁了，是沈家不让任何人接近你。可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成了整个金陵的笑话。他端起茶盏，看着杯中的茶水。那段时间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，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我会让江家一点一点的垮掉。或许等到江家就要彻底完蛋的那一天，你这个江家少主就会回来了吧。他终于抬起头开始直视我。事实证明我赌赢了，你现在回来了。我沉默了许久。清月，我开口，声音有些哑。那一封信是沈家伪造的，我从未写过那封信。我入赘沈家也是沈月瑶设计陷害。这3年我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。他的瞳孔骤然收缩。什么？我从袖中取出一物，那是一截发黑的剑髓，是当年他亲手为我做的。我一直贴身藏着，3年没离过身。清月，你还认得这个吗？他看着那截剑髓，整个人猛地一颤，红唇微微张开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那2个侍女对视一眼，悄悄退了出去。雅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良久之后，他才开口，但是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。那为什么这3年一封信都没有？我跟你说了，是沈家把我锁住了，我连和我亲爹联系都做不到。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，砸在那身艳红的裙子上。江进，那我做的那些事，吞掉了你江家那么多产业，逼得江伯伯吐血。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整个人开始捂着脸哭出了声。我看着他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清月，我开口，你做的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江家的产业要拿回来。他抬起头，满脸泪痕，开始用力点头。好的，我这就让人把那些产业全部归还。我挥手阻止。那倒不用，剑宗选拔之前还需要你照常经营。他愣住了，马上反应过来，眼神变得复杂。金哥哥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叫出了那个3年没叫过的称呼。你是不是没有沦为废人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就在这时，雅间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连串说笑声越来越近。清月擦了擦眼泪，迅速整理好仪容，脸上又恢复了那副倨傲的模样。他对我使了个眼色，我心领神会，重新退到了一旁的次席坐下。这个时间，应该是金陵的豪门子弟陆续到场了。
毕竟得胜楼底这种雅间，不会是清月单单为了请我吃饭而定下的。果然，雅间的门被推开，一群人陆续走了进来，为首的几位都是精灵有头有脸的家族子弟，杨家的杨新文也在其中。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我，神色有点意外，随即露出一丝讥讽。而最后走进来的是一位身穿紫色长袍的中年男人，他面容清癯，身上配着一柄古朴的长剑，整个人气度不凡。我心里一动，猜想这位八成就是剑宗的人，没想到清月还有这种人脉。紫袍中年人在主位旁边坐下，清月站起身，客气地说道：“林长老远道而来，清月蓬荜生辉。”紫袍中年人微微一笑：“乔小姐客气。”我心里有了数，这位应该就是负责本次剑宗选拔的长老林坤。宴会很快就开始，林家少爷端起酒杯，第一个开口：“我说乔小姐，你这宴会请的都是金陵的青年才俊，怎么还请了一个废人？”他的目光故意扫向我，露出一个夸张的表情。哎呀，对不起呀，江少，我这人说话直，林兄不知道吧？江少爷如今已经金盆洗手，自称不再涉足剑道了。整个雅间响起一阵哄笑，林坤的目光也淡淡扫了我一眼，随即不再关注。显然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废物，不值得他多看一眼。林家少爷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满脸笑容，但眼底全是讥讽。江少爷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好久不见，一起切磋切磋如何？正好让林长老也看看我们金陵年轻一辈的风采。雅间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着看我出丑。清月坐在主位，轻轻皱了皱眉，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既然林家少爷想切磋，那便切磋。林家少爷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来，他随即露出更大的笑容。好好，江少爷果然是江少爷。杨新文在一旁笑得最大声。林兄，你可手下留情啊！江少爷如今已经是废人了，可经不起你一击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沉默地站起身，走到雅间中央的空地上。林家少爷也跟了上来，抽出腰间长剑。他如今的修为是金丹中期，在金陵年轻一辈中也算是顶尖的水平。清月站起身，担忧地看着我。林少爷请吧。我开口。林家少爷哈哈一笑，抬手就是一剑刺来，剑光快得几乎看不见。很显然，他根本没打算给我面子，他想要的就是一击打倒我，让我当众出丑。可惜他面对的是我。我的右手缓缓抬起，两根手指轻轻一夹，整个雅间瞬间安静，因为林家少爷那一剑被我两根手指夹住了，不仅夹住了，还纹丝不动。林家少爷脸色骤变，他用尽全力催动灵力，剑身却像是被钉死在我手指之间，一寸都动不了。紧接着，一股威压从我身上散开，那是元婴期的威压。林坤面色一变，豁然起身，对面的林家少爷扑通一声跪在地，整个人面如土色，他喷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瘫倒在地。雅间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杨新文手指直接喷了出来。不可能！沈家明明说你已经废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元婴期？沈家说我废了你就信，一群被愚弄的蠢货。雅间死一般的寂静，林坤的目光紧紧锁在我身上，那目光中先是惊讶，然后是审视，最后变成了欣赏。清月坐在主位上，脸颊微红，那双美目里闪烁着掩饰不住的光芒。林坤起身走到我面前：“少年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拱手一礼：“江家江进。”林坤眼中金光一闪。原来是江家少主，真是久仰大名。我笑了笑，林长老客气了，些许威名不值一提。林坤开始上下越看眼神越亮，直到最后笑出声，连说3个。少年郎，3日之后的剑宗选拔，你可一定要来。我点头。晚辈本就要去。林坤大笑，那就好。老夫等着看你大放异彩。杨新文坐在角落里，脸色比死人还难看。林家少爷被仆人扶下去，宴会最后也草草结束。散会后，清月把我送到楼下，她小声开口：“靖哥哥，剑宗选型热辣，万事小心，沈家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点头答应了。3天后，剑宗选拔正式开始，地点设在金陵城外的青云台，全东州的天才齐聚于此。我到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但整个青云台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。这次的初试题目是剑意测试，每人面前会立起一块剑意石碑，只要释放剑意，石碑就会发出对应的光芒，光芒越亮，剑意越强。我排到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，我隐约感觉到旁边几个考官眼神不太对劲，因为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的格外久。我顿时心里冷笑了一声，这8成就是沈家的人，他们果然提前布置了小阵法。我开启神识扫了一拳，果然在我脚下3尺的地方埋着一块极小的阵盘，只要我释放剑意，这阵法就会暗中削弱我的剑意，然后估计这几个考官就会以剑意太弱，判我作弊出局，或者直接判我滥竽充数，将我逐出选拔。沈家的算盘打得还真是精，可惜了，这次沈家的对手是我。很快考核就轮到我了，考官冷冷地看着我：“江进，请释放剑意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我体内的剑道气运现在已经基本恢复完毕了，那是系统所赋予的剑仙级别的剑意。我静下心来，剑意释放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我脚下的那块小阵盘率先碎裂，紧接着面前的剑意石碑也直接被一股无形剑意从中震碎，变成漫天石屑。眨眼间，整个青云台只剩下我一个人站着，考官僵在原地，不敢动也不敢说话。远处看台上，
沈家的人脸色骤变，为首的正是沈家二长老。他正要起身，却被旁边的沈父一把拉住。剑仙级的剑意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已经把他的本源剑气整整啃了3年。收回剑意，我淡淡开口。剑意内敛，不过如此。整个青云台先是死寂，紧接着爆发出震天的一声。这是什么人？剑仙级剑意！剑宗的几位长老站在高台上，林坤眼中金光闪烁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复试在当天下午举办，规则就是1对1的随机对决，只要守住擂台3场就能晋级。复试开始后，我第一个走上擂台，结果率先向我发起挑战的居然是杨兴文，他咬牙切齿：江进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恢复了修为，但今天我要把你打回原形！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抽出腰间那柄普通铁剑。杨兴文怒吼一声，率先冲了上来。他本身就是金丹后期，在金陵年轻一辈里也算是顶尖，可在我面前他连一招都接不下。我的剑随手一挥，剑光过处，他的右臂连同那柄长剑一起被7根斩断。他惨叫一声，捂着断臂的伤口往地打滚。我收剑，冷漠开口：下一个。接下来3场。我连出剑都懒得用，随手就把对手挑下擂台。等到第3场结束，沈月瑶看中的那个新天才终于上来了。他是一个年轻俊朗的修士，是沈家这次重金培养的选拔种子。江进，听说你不识抬举，竟敢挑衅沈家！我不再说话，只见一道剑光暴起，刹那间，他的剑被我一剑挑飞，落在10丈之外，而我的剑尖早已抵在他的喉咙上。他全身颤抖，却一动也不敢动。擂台下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没想到化神初期居然在我手里连一招都接不下。我收起铁剑，转身向北。复试也正式宣布结束，旁边的沈家也彻底意识到，我已经成了他们最大的威胁。当天夜里，我刚回到客栈，一股极其凌厉的剑气从窗外破窗而来，是元婴后期的境界，8成也是沈家派来的死士。我剑气随手一挥，那名死士甚至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我一剑斩成2截。但我没有停，而是直接飞到了剑宗考核的临时驻地，将尸体扔在了几位长老面前。我开口，声音冷漠：林长老，这应该是沈家派来的死士，估计是想在选拔期间废了我的修为。林坤的脸色瞬间阴沉到极点，旁边几位长老更是怒不可遏。剑宗选拔历来神圣不可侵犯，沈家敢在这种时候动手，简直是在打整个剑宗的脸。这次决赛设置在第3天，现场最后只剩下8个人，我和7个化神期的天才。第1场，我对上一个化神中期的修士，我没有再压制修为，体内剑道气运彻底圆满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天日剑意尽在掌握，整个擂台连同对手一起都被我的剑气削成了齑粉。突破，我的修为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正式踏入了化神境。22岁的化神，整个剑宗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。接下来的几场，我连剑都懒得拔，随手指尖一挥，对手就被剑气挑飞。决赛最后1场，我面对的是青云山的一位老牌天才，也是一名化神后期的选手。我一剑将他打下擂台，就这样，我成功在剑宗选拔夺魁。整个青云台都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，剑宗的几位长老更是直接从高台上飞了下来，争着要收我做弟子。好徒儿，快快拜入老夫门下！最后还是剑宗亲自操作。少年郎，老夫想收你为亲传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整个青云台瞬间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拱手一礼，弟子拜见师尊。宗主大笑，整个剑宗都为之振奋。江家也接着我这一战，一夜之间重新跃升为金陵第1豪门，而沈家也成了所有豪族的笑柄，人人都在背后议论。沈家居然把一个剑宗宗主的亲传弟子赶出了家门，当真是蠢到了。当天晚上，沈父就亲自上门，想要请求我的原谅。我站在江家门内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当初你们退婚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沈父抬起头，满脸都是悔意和不甘。江进，老夫错了，老夫只求你看在3年夫妻情分上，放过沈家。我冷笑：夫妻情分？那3年，我在沈家的每一刻都是煎熬。沈府的脸瞬间煞白，我拿起茶杯不再看他。送客。沈父在江家门外站了好久，最终满脸灰败的离去。而我站在江家大门里，抬头望向夜空，天上的月光冷冷地洒在我身上。我知道，我的无敌之旅才刚刚开始。